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有3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变化。第一，军队打仗扩大到全社会打仗，万一遇到了战争，你该做些什么？第二，防卫重点也从单纯的守住海岸，逐渐转向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台湾要怎么样持续打下去？第三，也是最让人警觉的一点，如果共军的军事演习突然变成了真正的战争呢？台湾能不能在第一时间发现？汉光40号演习从守海岸转向打持久战吗？在我身后的这张图，它上面的标语写着“军民一家，同岛一命”。其实，今天我们面对中国大陆的武力威胁，如果今天中国大陆要开始发动了国家统一战争，也就是用所谓的武统，那这时候其实，在台湾岛上，我们面对到的所有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基本上会是我们所有人共同要面对的一个情况。那也就是说，汉光42号演习，它从过去的守海岸，为什么会转向打持久战呢？其实原因说真的很简单，也就是随着共军的这个实力的增加，战争的样态也从过去有了非常大的改变。过去以往我们在汉光演习的时候，我们国军整个守备战略的口诀呢，就是制空制海、反封锁跟反登陆。也就是说，对于共军如果要对台湾发动军事行动的话，首先是空中的战机要进行制空作战，以及海上的舰艇要进行制海作战。把制空权跟制海权2个部分牢牢抓住以后，那对于共军来说，他想要对台湾本岛进犯的话，难度就大幅增加了。所以他会转向一个叫做所谓的对台封锁，而我们的海军也必须要向外延伸，不管是往东北或往西南这2个方向出去呢，都要让台湾对东北跟对西南两边对外的航路能够保持畅通。所以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一件就是要反封锁。但是如果今天这个制空制海没有办法获胜，反封锁也没有办法获胜，他们最后一定要设法来登陆。所以对于国军来讲，过去长久的台澎防卫作战的战略指导，就是要阻止对方登陆。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以台湾来讲，台湾的这个环境相对来说整个西部呢非常的这个狭长，但是呢，所有人口以及主要的这个精华带，还有所有的经济行为呢，都在我们台湾西部的这一块平原或是丘陵地上。也就是说，如果当敌方一旦登陆，那这个人口密集集中的这个精华区，以及所有大部分经济活动的所属区域，就直接笼罩在对方的威胁下。所以过去如果当对方一旦登陆成功，我们就必须要启动中战指导，和对方商讨如何终止两岸之间的军事冲突。但是现在共军的这个实力要登岛已经绝对不成问题了。而我们从俄乌冲突中所获得的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如果当攻击军真的登陆成功，而他能够进入内部，在占领全境的这个过程中呢，如果遭到了非常强烈且激烈的抵抗，让他的人员有大幅的这样的损伤，那对于攻击军来讲，就会大幅垫高他夺取这块土地的成本，也因此他就必须要考虑是不是必须要放弃用武力夺取，而用其他的这样的方式。所以今天打持久战对于台湾来说，第一，我们必须要在共军真的能够登陆之后，还要跟他持久作战下去。我们也看到为什么军方他们要在各个桥梁进行所谓的封桥作战。譬如说，我们看到在淡江大桥有封桥作业，也就是这些作业一系列的等等，都是为了要打乱攻击军的步调。也就是说，如果攻击军从蛙子尾上来，或从台北港上来，可以很轻易的把部队这个横越淡江大桥，到了淡水这一带，然后借由台2线顺利的进入台北市区，它的动作变得非常快。而我们守军、防守军所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让它有层层阻隔，让它原本能够快速调动的这个部队，或快速运动的这个部队，因为我们的组织作为呢，而没有办法快速把它原先计划的节奏完全打乱。那这个时候，我们防守军也才能够趁隙发动这样的反攻。不只是我们刚刚讲到淡江大桥上，其实整个淡水和河面上也都是如此。其实对于攻击军来说，他们要夺取的不仅仅是只有包含像蛙子尾沙滩、台北港，他们也会很重要的要去夺取桃园机场。因为如果桃园机场能够夺取下来的话，那对于他们重装备借由运20运输机或者是其他的直升机的这样运输装备运送过来，方便度以及集结兵力的速度就会大幅增快。我们不能说等到敌军部队一上来一上岸，那我们就不打下去了。因为其实由于整个汉光演习或者说台澎防卫作战，我们是属于守势作战。守势作战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就是这个地方我比你熟，也就是说我知道如何巧妙的设置埋伏点。其实以台湾整体防卫环境来说，
当攻击军上岸之后，海岸线后方基本上就是有沿着几条台湾主要的南北走向的公路，包含像台一线、国道1号、国道3号，还有3号的这个省道南北纵走的这个路线呢，还有中间横向的这个联系的这些公路，其基本上可以构成一个诱敌深入，而且可以让敌人在深入之后，很有可能在这些道路交汇的拦截点上，被我们的军方、被我们的守军用突袭或是伏击的方式各个击破。好，那现在各位看到，在我身后呢是天弓3型的防空飞弹，在各个的这种所谓的战术位置上，它主要进行的就是对敌方的高空的弹道飞弹进行拦截。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弓3整体的拦截高度呢，会比我们现有的爱国者2型呢还要更高。其实像以弹道飞弹的拦截来讲，你必须要借由各种射程不同的地对空的防空飞弹，构成不同层级的这样一个拦截网。也就是说，如果当对方的飞弹在下坠的过程中，你的射程较高，也就拦截高度较高的弓3飞弹，先期拦截了一部分飞弹之后，那后面你的爱国者飞弹所需要去处理的这个敌方目标就会减少。而且因为现在对岸它本身拥有了类似像具备这种变轨能力的乘波体的载台，所以你可能会比原本过去拦截一枚飞弹要耗掉更多的防空飞弹，才有可能顺利拦截到一个具备高威胁性的这个目标。因为你说像大陆的这个东风17以及其他的这些飞弹，它本身拦截难度会更高，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防空飞弹，对于敌方的飞行器或者是弹道飞弹，或者是乘波体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变轨的这种飞弹呢，才具备有更加的拦截效果。好，如果共军利用大型军演掩护兵力集结，台湾可以在什么阶段发现由训转战的迹象？其实说真的，当然我们的军方会把这样的一个列为一个极大的可能，因为其实现在台湾跟大陆之间面对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灰色冲突的模式，也就是说，大陆它用一系列军事演习，然后对台湾发动了一系列围台军事行动。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很担心，你在演习跟实战之间，往往只是在于是否这个携带实弹，以及是否真的进入战斗状态。所以演习来转为攻击部队，在技术上来说其实完全可行，但是严格来说，我们必须要看，由于本身台湾不是一个量体小的一个对手，我们看到这次美国跟伊朗的这个冲突之中，我们得到一个启发，就是美军的军力非常强。如果说今天台湾跟大陆之间，美国在台海这个角色中就是中国大陆，那台湾就有点像伊朗的角色。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充分运用到我们所有的能量去进行这样一个抵抗作战包含就是说台湾虽然感觉起来不是太大，但也并不小。也就是说，我们的所需要让共军标定跟摧毁目标数量其实相当的多。例如像这次演习，部队撒出去就会让很多所谓的战术位置暴露出来。但其实这另外也有一点，也就是借由这样的方式告诉共军，我们的战术位置非常多，你就要有可能今天也要把我们的部队真的能够瓮中捉鳖，彻底这个消灭的话，我们所有出现的可能的战斗位置或者说战术位置，都是你必须要去考量的情况。在这个情况，如果共军他们要借由由训转战的话，他所需要准备的后勤，还有包含他所需要准备的这种各种的这个弹药，以及人员等等，数量都会非常庞大。也就是如果当他真的要进行这种所谓的由训转战的话，他事前的准备会变得非常的庞大。那另外包含各种的后备部队，还有装备所需的这个辎重等等，都需要进到浙江跟福建东南沿海，要不然的话，他没有办法遂行所谓的登陆作战，以及登陆作战之后高消耗的肃清作战，以及占领作战。这个部分来说，会耗掉中国大陆解放军非常数量庞大的后勤，甚至还要准备非常充分的野战救伤的设备。也就是说，如果当共军登陆的这个部队在台湾遭到大量伤亡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他的人员不可能完全都留在台湾本岛进行救治，或者他就必须要透过后送的方式送到大陆的这个东南沿海医院进行救治。那我们可以从这一系列的我们刚刚所点到的这些状况去观察共军是不是真的可能会由训转战。如果说他要真的由训转战的话，他在演习或训练的过程中就必须要包含后备部队所有的后勤、补给辎重以及登陆所需的各种装备都要集中到大陆的东南沿海。其实整体来说，如果要进行一个充分的对台进行军事行动的准备，而且是要能够登陆成功，而且能够顺利的占领台湾的话，他事前所需要做的这种类似的准备，大概甚至可能为期要达到半年以上。所以也就是说，今天他要贸然的由训转战，难度其实并不低，反而我们是要担心，当他整个完全对于台湾的这个所有的灰色侵扰作战全
部暂停，而开始让大量的这些补给品以及相关的这些装备开始在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堆站跟囤积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是我们真的需要去担心的地方。当然，万一如果遇到战争了，关键72小时，你该做些什么？其实说真的，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平民的话，遇到了实战的这样的状况发生，其实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在军事行动可能会发生前，尽量在你的家中布置一个安全室你可能要选择一个你整个家里面连外来说最不方便的房间每一个家里的房间都可能会有一个完全没有窗户的房间，或者是你可能整个家庭之中或者在整栋建物里面最深的这样的地方，你呢去预做这样的准备，比如说在里面准备一些粮食、饮水等等，而且这些粮食你可能必须要准备类似像干粮，因为如果今天真正军事行动爆发之后你停水停电是一定会碰到这个状况，所以你就必须要在家中准备一些相关的饮水、干粮等等。万一在战争情况真正发生之后，要让自己能够顺利的生存下来。那当然，台澎防卫作战一旦开始爆发，如果今天攻击军在整个进军的路上的确被我们的防守军非常大的一个阻隔，那后面面对的战争的这样的时间可能就更快。大家其实要有一个想法跟观念，就是由于我们现在看到国军各种的战演训等等，好像把整个台澎防卫作战时间压缩到半个小时把它展示给你看从这个对岸开始发动攻击，然后我们发动反击顺利的把这个敌军全部打败，然后前后大概其实花的大概半个小时左右。但对不起，其实真正的军事行动绝对不可能在短短的半个小时之内就进行完毕。所以未来如果当攻击军真的对我们发动行动之后呢，我们必须要准备10天到半个月左右，你要有足不出户的心理准备。为什么？因为你一旦走到外面，你一旦到街上，这个时候如果碰到攻击军，如果当他的战况进行的不是那么顺利，他就可能会发生到草木皆兵的这个情况。那这种你到外面去，就很有可能遭到对方认为是敌对向的这样的目标进行攻击。而且另外这样讲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我是不是有点不太支持？但是如果今天真正在军事行动的情况下，大家尽量不要去碰触在街上可能随时可得到的这样一个武器装备。为什么呢？因为在武装冲突的这个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平民如果他对你有任何的这个敌对行为，未来他有可能会因为触犯战争罪而因此有后续的一些法律的行动。但是如果说平民你出去，你在没有接受到政府征召以及组成军队或者自卫队的这种情况下，你就路边看到有枪就捡起来就打的话，其实对于攻击军的角度来说，你就视同为对方的这个武装分子，你就可能遭到攻击。所以我会建议啦，如果真的万一军事行动发生，大家最好的办法还是安安静静的待在家里，让我们的国军帮我们把敌人赶出我们的家园，是比较安全的这样的方式。您的看法是什么？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也不要忘了订阅、斗内加入会员。我们下周二晚上8点，我们再见。